这些事物在同一时间节点呈现出结构上相似的变化模式，然后他们用一个共同的标记目来称呼这个模式。这与爱因斯坦在干什么终于有了一点可类比之处。爱因斯坦不是在给宇宙贴标签，他在寻找一个不变性。在不同的运动参考系中，什么是不变的？古人也在寻找一个不变性。在万物的流转中，什么模式是重复出现的？爱因斯坦找到了光速不变，古人找到了阴阳五行的时间节律。如果这个猜测成立，那么古人就不是一群胡思乱想的原始人，而是一群用他们的时代唯一可用的工具——身体感官、长期观察、仪式实践来破译宇宙深层节律的探索者。他们的理论之所以长寿，不是因为他蒙对了，而是因为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认知工具所能达到的范围内，他们确实抓住了那个时代能抓住的最深刻的模式。然后这个模式一旦被法典化，它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后来的2000年，人们不再需要重新发明它，人们只需要证明它、细化它，用它来存储新的经验，细节完善或不断证明，而不是破解重构。如果时间的长河也存在一个杠杆的支点，那个有限的时间支点撑起了2000年的考验。这句话值得被刻在石头上。那么这个支点是什么？如果只有一个支点，我猜测它可能是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综合症。这个综合症有另一个名字，叫三代想象。孔子已经感叹久以无不复梦见周公。到了汉代，古人已经相信真理不在前方，而在后方。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时代，那是一个一切都已完善的黄金时代。后人的任务不是创造，而是恢复和诠释。在这种文明的集体意识驱动下，当战国到汉代的哲人们把此前1000年的观察、经验、概念编织成阴阳五行的体系时，他们不是以我们在创造一个新理论的心态在工作的，他们是以我们是在记录古人曾经完美的智慧的心态在工作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话里的盘古女娲是一开始就有的。没有人会问盘古是谁生的，因为他不是一个需要出生的人，他是天地本身。同样，当阴阳五行被法典化之后，它就不是一个可以被质疑的理论了，它成了文明的操作系统。在这个操作系统里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道德感应场，人的行为会引发上天的反应，皇帝的心念会影响四时的运行，家庭的伦理能召唤天地的祥和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整个文明赖以运转的道德宇宙论。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前提，那么木、春、干这套分类就不再是一个认知错误，而是这个系统的语法正确，而这才是它真正经得起2000年考验的根本原因。不是因为它正确，是因为在它的语言里，正确这个词本身由它定义。即便蒸汽机进来了，工业革命、科技革命进来了，即便它已经有了缝隙，要彻底打破它，似乎还早，因为我们活在这套语言的后裔之中。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肝火旺仍然是一个比交感神经兴奋更能被患者接受的解释。老黄历仍然是许多人婚丧嫁娶的指南。我们或许在技术层面已经破解了它，但在情感、身体、文化的深层叙述中，它依然是我们的母语。我们批评它，用的是它教给我们的词汇。我们想摆脱它，却发现脚下没有另一块坚实的地板。也许不必如此悲观，能让我们乐观一点的地方在于，我不确定打破是唯一的出路。爱因斯坦打破了牛顿，但牛顿力学并没有被消灭，它成了我们在日常尺度上依然可以信赖的近似值。也许阴阳五行也可以这样，它不是科学，但它是中国文明对人体、季节、宇宙之间关系的一套诗性语法。承认它不是科学，但尊重它曾经是，并且在某些领域仍然是一种有意义的叙事，这或许是比打破更明智的态度。至于我们猜想的那个支点，那个最初生成这套系统的方法和心智状态，我必须诚实地说，我们今天大概只能猜。我们只能追到那扇门前敲门，知道门后的走廊远比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更古老、更幽深。至于门是否会被敲开，大概只有继续追问下去的人才能知道。我们一直在追问古人的思维模式，错误联想、
互胜无限之类推，但这些追问背后有一个隐藏的假设，那就是古人和我们一样是在想世界，我们默认他们的想是粗糙的、不成熟的想，而我们的想是精密的、科学的想。但如果问题的根子不在想，而在于看呢？下期视频也许我们就能迎来真相大白的时刻。欢迎关注，敬请期待。